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从 AI 困市值排名前100的云图来看，今天各大币种互有涨跌。那么这种行情下，我们看到比特币在今天继续调整。日线级别的调整呢，我们要把时间级别切换到小日线级别。那在小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曾经出现过一轮反弹行情，在反弹过程当中，时间级别反弹的时间级别从小时线的上涨细游升级为4小时级别上涨细游。那4小时级别反弹过程当中，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那么目前走的是沙僧阳线。那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震荡完成之后，仍然有希望走到$63,000，完成它本轮4小时级别的上涨细游。然后本轮行情日线级别下跌细游之后完成的4小时级别反弹，它的一个整个过程，我们看到，首先呢，日线级别下跌过程当中跌破了169日均线，这条均线非常重要，甚至是触及了200日均线附近，然后在200日均线附近$58,000这个位置上开启了反弹，反弹时间级别由小时线级别上升为4小时级别。但是整个行情我们看它的收敛三角形在跌破之后呢，我们认为它的下跌趋势仍然没有完全走完。本轮行情它的最大跌幅目前来看是21.9%，而在21年我们回到21年的行情当中，同样的时间节点上在21年的时候，4月份到7月份出现了一轮调整。那这里的调整过程，我们看到最大跌幅达到了惊人的55%。同时呢，把时间级别切到周线级别，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21年4月几乎走出了一组周线级别的下跌行情。那么因此呢，如果本轮行情时间级别放大的话，放大到周线，与21年4到7月的走势如果发生类似的情况，那么我们将看到比特币在下跌过程当中完成周线级别下跌细游，也就意味着比特币可能会打到$55,000附近，完成周线级别下跌细游的唐僧阴线才有可能结束。那么这轮行情还是比较符合规律的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下跌切到日线级别之后，日线级别下跌过程当中走悟空阴线组、八戒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之后，开启了4小时级别反弹。那4小时级别反弹结束之后，有机会再次下探，完成它周线级别下跌细游，最终呢在7月左右行情见底，并且呢我们认为在底部我画出来的这个位置上可能会形成新的底部平台一个收敛三角形，然后在10月份比特币月开启上涨之路，这是一个整个的剧本。那这轮行情我们也看到了在周线级别上，比特币曾经完整的完成了3轮次的周线级别上涨细游，其中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我们看到打到$62,000附近之后，既开启了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的悟空阳线。那这个悟空阳线呢，甚至创出了高点73,881的行情，由于第3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没有经过很好的调整，所以呢它的调整过程推迟到第4轮次周线级别上涨细游悟空阳线这个位置。那么经过一轮的调整，从4月份调整至今，我们看到悟空阳线目前基本上被消灭掉了，因此呢在形成日线及周线的收敛三角形之后，选择在接近收敛三角形的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发动变盘，开启了跌落行情。那么跌落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跌幅非常巨大，比特币的最大跌幅达到22%。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200日均线在$57,670这个位置势必会被跌破。跌破之后呢，如果能够出现周线级别的唐僧阴线到达$55,000附近之后，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的一个位置。同时呢，200日均线下方属于比特币价格的黄金坑。那么在黄金坑$57,000下方就可以逐渐买入，直到10月比特币月开启的时候一定会出现每年都有的比特币月行情。
那在反弹过程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反弹的热点，通过 AI 困的热搜榜可以看到是 PEP、WIF，那这两个币种呢是某某板块当中这轮行情的龙头币种啊，包括我们今天也看到了 NOT、RATS 都属于某某板块。这些龙头币种在今天出现了快速的反弹行情。我们首先来看热点榜排名第一的 PEP。我们可以看到 PP 形成了日线级别的一个下跌走势，形成了下跌收敛三角形之后，在接近近焦点的这个区域上没有任何均线日线级别上没有长周期的均线支撑的情况下，开启了反弹。那这里的反弹我认为不具备持续性。那么在反弹过程当中，把时间级别切到小日线级别和4小时级别。首先呢，我们看到小日线级别形成了突破走势。突破走势形成之后，把时间级别切到4小时级别，可以看到目前刚好在 PEP 的4小时级别的200日均线附近，也就是0.4001328这个位置上，构成了非常巨大的压力。那么我们可以把4小时级别这个压力线记住这个位置0.04001323这个位置要记住，这个位置上是存在压力的。那在压力线附近，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下跌收敛三角形，它变盘的区域是接近近焦点的这个位置，因此呢，可能会出现回踩下来，继续完成它的下跌走势。因为我们看到比特币和以太坊完全没有跟随热门币种 PEP、WIF、SOL 进行继续上行，完成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因此呢 ，PEP 这种走势，我认为独木不成林。同时呢，我们回到 SOL 的行情，这轮行情我们看到有过非常巨大的超过10倍的一个涨幅，巨幅上涨之后，我们看到上方形成了一个$210高点波峰连过来之后，形成波峰连线，下方波谷连线，构成这个收敛三角形。汇出来之后，我们看到下方存在一个围绕支撑线MA144日均线作为支撑的一个反弹走势。反弹到$174，也就是波谷连线连过来之后构成的压力位这个位置开始继续下探，200日均线附近构成支撑，然后开启了昨天的一个快速反弹。但我们看到上方日线级别存在169和200日均线作为压力，因此呢，我们看它的反弹时间级别，首先小日线级别看完之后，我们看到4小时级别上已经完成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那么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4小时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可能会做小日线级别的下跌。那小日线级别上，我们也看到了，在6月26日，也就是今天午盘12点的时候，走出了悟空阴线。那有了这个悟空阴线之后，这个震荡可能会结束。结束之后呢，下方可能会走出沙僧阴线、八戒阴线和唐僧阴线，从而呢再次跌落小时线级别的200日均线，回到它曾经的下跌趋势当中。那么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更可以看到周线级别上是有悟空阴线的。那这轮行情再往下走，可能会跌破$100，完成它周线级别下跌西游，最终呢同步比特币周线上调整的走势。虽然我们看到前面行情有10倍涨幅，但是这样的过程当中，中间是有日线级别调整的，但从来没有出现周线级别对称性的调整。因此呢，6到7月份的调整，对于 SOL 这种之前有过强势币种没有做深度回调的币种来说，有可能出现时间周期相对称的周线级别上涨之后，做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回踩至筹码密集区，可能会跌破$100。那么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对我 K 线西游战法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购买我这本书或者加入我的会员群。感谢大家，再见。